大家好，我是议员。亚速巴尼巴的技能在昨天晚上已经释出了，在我录音的时候只看到英文版本跟越南版本，有可能中文版本会迟一点再出，所以我们暂时看一下英文版本写了什么技能。亚速巴尼巴的天赋是工兵工程技能，第一个技能怒气需求1000点，对伞形范围最多5个目标造成直接伤害，伤害系数1500，每增加一个目标会递减 15%， 并且会对当前目标造成额外的直接伤害，伤害系数1000。所以严格来讲，亚速巴尼巴的主动技能呢，其实是有2500的伤害，但是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 AOE 造成的伤害只有1500，就会变成这个1500的伤害会分散变成5个目标受到伤害。它这个额外伤害是针对于他现在打的那个目标，比方说你用亚速巴尼巴开集结的话，他打着猪房的统帅就会特别痛。我个人其实还可以接受他这个分开设计。它另外的额外直接伤害呢，照理来说应该是跟着上面的直接伤害一起打出去了，毕竟都已经写了直接伤害嘛，没有理由分开2个回合。所以不出意外的话，这个技能应该不是分段式的攻击，毕竟大多数的玩家都不太喜欢分段式的攻击。像亚速巴尼巴的主动技能是纯输出的话，有可能它会变成副将。接着看第二个技能，工兵攻击力提升 20%， 在领土外工兵防御力提升 20%， 工兵行军速度会提升 15%，15% 的跑速加成应该也是要在领土外面，它这里是放逗号。第二技能也没有什么东西好讲，20%的提升中规中矩，然后又有加跑速也算是不错。接下来我们看第三技能，造成的技能伤害提升 20%， 但是下面那一句它是写 their troop 他们的部队，这里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应该是亚速巴尼巴自己的部队。假设是根据整句话来理解的话，当他们的部队在攻击城市或者是据点的时候触发主动技能，会让目标在接下来3秒内普通伤害减少 20%， 冷却时间5秒。我根据整个句子来看的话，这里所谓的他们的部队应该就是指自己亚速巴尼巴的部队，因为通常是写 this commander 上面也有写了，他这个写 their troop 应该是不限制于主将或者是副将，只要你所带的这个队伍有包括亚速巴尼巴的话，只要触发主动技能就会生效，我的理解是这样啦。那下面黄色的句子特别注明是讲技能伤害属于什么类型，然后普通伤害属于什么，这个可以不用解释啦，你们看游戏里面也是有写到。那你们看到减少普通伤害就知道这个技能是针对谁了，就是针对戈尔戈的住房。毕竟他这个技能都写明了攻击据点或者是城市的时候，现在住房依然还是步兵啊，大多数的步兵都是普通伤害提升，尤其是戈尔戈他是打普攻或者是重击伤害的，尤其他这个技能又没有概率，然后冷却5秒其实是已经够你等到下一次释放技能的时候打出去。所以你们可以理解为，当这个亚速巴尼巴他每一次打出主动技能的时候都会有这个技能生效，并且持续3秒的时间。接下来第4个技能，统帅受到的普通攻击伤害减少 15%。 当统帅发起集结进攻的时候，每当队伍造成直接伤害时，有 50% 的概率可以获得额外 3% 的技能伤害提升，持续10秒，该效果可叠加10层，每一次叠层时间就会重置。这里的写法也是一样，他们的集结队伍应该是有包括主将跟副将的直接伤害。假设这个技能没有限制 50% 的概率，这个就很夸张了，可以直接提升到 30% 的技能伤害。假设不管是主将还是副将的直接伤害都可以触发到的话，其实它这个概率还是蛮高的。那官方可能不要让这个统帅设计到太夸张，所以他们限制一个 50% 的概率，否则永久性提升 30% 的技能伤害，前面又提升一个 20%， 亚速巴尼巴一个人就已经提升了 50% 的技能伤害了。不过也因为 50% 的概率啊，所以他有一段时间可能也只是提升 3% 的技能伤害而已，变成这里的叠层技能伤害提升又要重新叠过。那假设这个技能是没有限制，只是要亚速巴尼巴释放直接伤害的时候才会触发，也有包括主将或者是副将的话，其实可以尝试一下其他的搭配，比方说金闪闪。当目标在治疗的时候，金闪闪会对对方造成一次直接伤害，伤害系数500，或许可以利用这个技能再次触发，可以叠层上去。除了金闪闪之外，亨利其实也是有额外的直接伤害，只不过亨利的就不太稳定，它有 10% 的概率。虽然有 10% 的概率，但是金闪闪它是有要求对方必须要治疗才会触发额外的直接伤害。像现在大多数的玩家应该都是用戈尔戈搭配菠萝头，这2个统帅都没有治疗，也不容易触发，所以我觉得搭配亨利会合适一点，或者搭配诸葛亮也是可以。诸葛亮的第2技能有一次额外的直接伤害，而且它的概率也比较高一点， 50% 的概率，并且第4技能也是一样，可以对3个目标造成直接伤害，可能搭配诸葛亮的效果会不错。
不过如果搭配诸葛亮的话，亚述巴尼巴就必须要做主将啊，诸葛亮的通用技能不太合适。第4技能，当统帅部队使用主动技能的时候，会有以下的提升，持续4秒，但是是随机选择的。那下面全部都是工兵单位的提升，有提升攻击力30%，生命值提升30%，防御力提升30%，部队造成的普通伤害提升20%，部队造成的技能伤害提升20%。只会选择5个里面其中1个来提升而已。这样的设计我还是第一次见了，之前官方都没有这样子设计。不过这个技能触发条件就不一样，它一定要主动技能的时候，不像刚刚第4技能直接伤害就可以触发。那这个技能是写这个统帅的部队，我还不确定如果是亚述巴尼巴做副将，他的主将触发技能的时候能不能触发到。那假设不能触发的话，这样亚述巴尼巴做主将会好一点。假设是刚好提升到20%的技能伤害，持续4秒的话，副将是肯定可以吃到的。那严格来讲，亚述巴尼巴的技能其实设计的还不错，也是有专门设计一些技能是针对哥哥，稍微提升中规中矩。那也不出意外的也是技能伤害的统帅啊，毕竟工兵太多技能伤害提升了，如果出一个普攻伤害提升了就比较难搭配。所以等这个统帅推出，应该大多数的集结都是由他来开了。不过这个统帅没有设计反伤啊，那看到亨利还有尼布贾尼撒都是有设计反伤提升，所以我比较担心，如果是这个统帅搭配诸葛亮，可能出去就给人家打死了。比较安全的做法还是搭配亨利会好一点，虽然他只有10%的概率可以触发额外的直接伤害。如果要搭配尼布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并且尼布也是有10%的概率可以对对方造成1次直接伤害。但是从尼布贾尼撒还有亨利2个统帅之间要选择哪一个搭配亚述巴尼巴，我还是会选择亨利。那如果是顺风的情况，可能搭配诸葛亮会好一点啊，对方补兵什么之类的也是一样可以用 AOE 打到他们。所以集结的部分之后就交给那些集结车头了，我们之后看报告就好。那假设如果你是拿来打野仗的话，其实这个统帅也是可以使用的。只不过第3跟第4技能有受到一点影响，像第3技能就剩下提升20%的技能伤害，第3技能受到的普通伤害减少15%。这2个技能后面的提升都是要开集结才可以使用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考虑用亚述巴尼巴的队伍来围殴驻防的话，其实第3技能后半段还是可以使用的。触发主动技能的时候，可以让对方减少20%的普通伤害，持续3秒。第4技能后半段就不行了，它这里有注明写一定要集结才可以使用。那觉醒技能当然如果你能开的话，尽量开会比较好啦。不过我觉得一般的玩家你要提升5551也是可以用的，不一定要开觉醒跟第4技能。以上就是亚述巴尼巴的技能介绍，假设有翻译错误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那你们觉得亚述巴尼巴的技能怎么样呢？那我觉得亚述巴尼巴跟海尔曼 P 做比较的话，我觉得比较多玩家可能会选择亚述巴尼巴，他打5个目标海尔曼虽然是半圆形的范围攻击，但是它只能打3个目标而已。不过考虑到真正打仗是团体仗啊，如果你的朋友也是有陪你一起练海尔曼的话，其实海尔曼打野仗会比较好，大家一起放毒毒死对方。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带3队工兵，其实以现在的工兵统帅来讲，要出3队工兵是没有问题的。但我觉得大多数的玩家应该没有做3套工兵装备啦，大多数应该也只是2套而已。我觉得你们可以考虑出3队工兵、3队骑兵、1队步兵了。至于各位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